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从来不欺负村民的小豹。群卵救援生存，这是一个非常复杂、非常干的生存。我驾驶逃生舱降落在了这个距离地球68.4光年的群卵星，目前所处的平原叫做新西伯利亚平原。我要从一个旧石器时代的原始人开始，白手起家收集自然资源，从石器时代发展到科技时代，最后探索广阔的行星系统。而我们的最终目标则是回到人类甜蜜温馨的家园地球。咱们这个群卵救援生存有一个非常完善的任务系统啊，我们可以按照这个流程一步步的发展下去。这应该会是我最长的一个坑，会和其他的视频交叉着发布下去。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点赞，如果点赞数量高的话，我们就会更新下一集。OK，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生存吧。哇，一抬头的话就看到了天上有一个巨大的星球啊，我们这个群卵星貌似是这个星球的卫星，后续的话我感觉应该是要去那个星球上探索一下的。我们先看一下任务列表吧，看一下我们现在需要做什么事情啊。它最开始的话是给了我们16个苹果啊，不过这个苹果我们是不能吃的，这个模组里面只能吃特定的一些食物。把这个苹果交付一下，然后它可以给我一些红苹果，还有5个可以当做猪饲料的苹果。这个苹果我们仔细看的话，可以看到它有2个条，顶上的那个的话是保鲜度啊，下面那个的话是使用次数，这个分量写的是16份，每次只需要吃掉几份，所以这个苹果我们可以吃很多次。OK， 那我们再看一下下一个任务啊，新西伯利亚种土豆，到外星生存的标准流程就是种土豆是吧？这个应该就是我的日记吧啊！我现在的话是正在参加一项伟大的任务啊，殖民宇宙计划。然后我们发现了这个群卵星有适合生命居住的环境。随着飞船冬眠200年之后，我抵达了这个行星系。结果到了这个星球之后，我们这个飞船坠毁了，我的队友也濒临死亡啊，胸口插着一片玻璃。给我们稍微交代了一下之后，他就永远的闭上了双眼。我降落在了这里啊，拿起了我的土豆种子，穿上了防冻服，打开舱门，定下了我们最终的目标，返回地球。于是便开启了一场自我救援之旅。OK， 看完他交代的任务啊，我们可以交付一下，他会奖励我们一些道具啊，这个道具可以抵御严寒。哦，他是给了我们一些土豆种子，还有一套防冻服，不过感觉目前貌似是没有受到寒冷的效果啊。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在底下那个血条，左边的话是有接近1000点血量，然后右下角的话是一个饥饿值的条和一个水分的条。我们可以先吃一个苹果，苹果的话可以恢复右上角那个绿色的条，这个苹果可以吃挺多次的啊。不过现在的话只剩1口了，吃了3口之后就快没了。然后下面的蓝条的话是水分，水分我们也是需要补充的。这边这个冒着热气的池子里面的水我们应该是不能喝的，它好像是温泉吧。然后海水的话咱们应该也不能喝啊，海水是咸水，我们不能喝咸水，我们得喝淡水才行。这里的话有一个小湖，这边的话应该是淡水啊，这个淡水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喝了，直接对着它右键就可以了。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星球的天气非常的暗啊，我们稍微介绍了一番之后，这个太阳也快下山了，一会儿会不会有这个星球的怪物出现呢？继续看一下我们的任务列表吧。你所记得的一切在这里都不适用，这是一个完全修改了原版世界的整合包，所以的话我们应该是不能空手撸树的。不过我们可以在地上捡到一些木棍和花岗岩，那我们就稍微捡一波吧。这是一个类似无树可撸无中生有的模组，把地上这些东西都捡一下吧。还有木棍啊，我们还需要一点木棍才能完成刚刚那个的任务要求。这些小石子啥的是真的多哦，这里有木棍，在这个树旁边好像会有木棍的，不知道抠掉树叶能不能掉木棍啊？哦，也可以。我们抠树叶抠点木棍下来吧。OK， 那这样子应该已经满足这个任务要求了，交付一下。然后它可以给我们一些面包，哇，这个小麦面包它有160点分量啊，可以一直吃。然后我们的下一个任务，想要砍树的话，我们需要做一个石斧头，而不是用手。拿着2颗或者更多石子的时候，右键会启动一个界面，可以把石头敲成石头工具，好像是这样子吧。啊，对，抠出一个这样子的方块，就可以获得一个石斧刃了。然后这个石斧刃再跟一个木棍结合，我们就可以做出石斧头了。OK， 那我们现在有斧头的话就可以砍树了。啊，树叶好像没有掉下来，稍微多砍一点吧。OK， 可以领取一下奖励了，西葫芦的种子，又有一个可以种的东西了。不知道种出来这个西葫芦可不可以吃啊？然后我们的下一个任务是进入石器时代啊，要做好多的石头工具啊。先把这个3个工具的头部给做出来，一个是这样子的铲子，去掉2个角。然后是石锄的头部。哎，突然下雨了，下雨好像不会对我人物造成什么影响吧？貌似没什么关系啊，就是有点吵。然后把这3个东西分别合成一下，就可以做出铲子、锄头和石刀了。在我们这个物品栏的右边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水果、蔬菜、粮食、蛋白质、乳制品，
这是我们的营养栏，我们可以保持高营养成分或者获取经验值来增加我们的最大生命值，这就需要我们去收集各种野生作物或者是捕杀野生动物啊，这是我们获得营养的条件啊。那么接下来的话是甘草，在世界各地可以用刀或者镰刀来收集甘草，这甘草的话是游戏中最早的屋顶砖之一，它不会受到重力的影响，可以用来制造屋顶啊。我们用石头和泥土当屋顶，那个方块不会掉下来吧？这么离谱吗？哎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们突然获得了一个虚弱和缓慢效果啊，好像是因为我太饿了，这饱食度掉的也太快了吧。然后我们先收集点甘草，完成一下任务先吧。这些地上还有一些奇怪的土啊，哦，这个土的话是粘土哎，我们也有粘土的任务要做的，稍微挖一点吧。粘土的顶上通常长着丘麒麟啊，找到丘麒麟的话，说明底下就有很多粘土了。它的任务奖励是可以选的，可以选择信用点，还有战利品袋。泛银河星系通用，这后面还有什么成就任务之类的吗？但这个战利品袋的话应该是随机的吧，咱们还是不要当赌狗了，获取信用点好了，说不定这个东西比较难获得啊。OK， 然后再往后做的话，我们可以做一个陶瓷壶，然后这个陶瓷壶的话要用粘土来制作，好像是这样一个口吧？哦，对，就是这样一个。这个粘土壶我们做4个出来吧，等我做那个放粘土的东西，可以一次烧4个。在这里挖一个坑吧，然后我们要把这个粘土烧成陶器的话，还需要钻木取火，钻木取火要制作一个打火器，打火器的话只用2个木棍就可以做了。然后接下来我们要烧这个粘土壶了，蹲下来右键就可以把这个粘土壶放到我们已经挖好的这个坑里面，然后在这个底下铺上8个干草，然后在这个顶上再放上8个木头，然后再点火啊，它底下的东西应该就可以烧起来了。哦，一次没有成功。哦 ，OK， 烧起来了。哇，这个雨不会把我的火扑灭吧？我是不是应该在树下做它呀？ Later。哦，我们的陶壶也烧好了。哇，背包直接就装满了。哎，这个银河信用点有啥用啊？白白占我一个背包格子吗？也不能右键使用，这么拉吗？然后这个陶壶的话，可以拿去接一点水吧。哇，一次可以喝好多呀。OK， 那再进行一下我们的下一个任务吧。我其实比较想做一个箱子啊，这里还有好多陶器要制作啊，我感觉我背包已经放不下这么多东西了。不过我想要做工具的话，做稿子什么的，必须要做这个陶器啊。来，我们放一下我们这几个没有烧过的模具啊，还有瓶子，然后在底下铺一些干草。好的，啊，烧起来了。烧起来之后，我们只需要等一下就行了。Later。OK， 来捡一下我们的道具。OK， 然后我们往右边继续发展吧。右边发展过去的话，需要做这个木板，然后就可以做工作台了。我们还需要去外面找一点铜的碎粒啊。哦，这边是什么方块？绿豆，成熟的绿豆是不是可以吃啊？哦，还真是可以吃的诶。呀，不错，这几个绿豆捡起来之后，我们是可以把它合成一下的，就可以变成可以吃更多次的绿豆了。吃这个东西的话，可以给我们增加一下这个蔬菜的值啊，我们所有的值都要添加的。哦，这边绿豆还挺多的，多收集一点。现在的任务是找一些铜矿，只能从地上捡呢。我们现在没有镐子什么的，挖不了铜矿。这是个什么？黄蜂蜂巢。哦，好想挖，里面有2只蜜蜂哎，我挖了它不会出来扁我吧？算了，还是不挖了。所以什么地方有铜矿呢？哦，这是什么？哇，有狗，这好像是熊啊！哦，真是熊啊！哇，我们的斧子烂了。哇，这熊2000多血！哇，他打一下我200多，我溜了。什么鬼啊？2000多血啊！开玩笑的吧？我的天啊，这怎么玩啊？哪有铜矿？这里还有黄色甜椒，哦，这也是可以吃的。铜有点难找呀，铜。哦，这是铜吗？绿油油的。哦，小型孔雀石，这孔雀石相当于10个铜是吧？哎，完了，有僵尸。这僵尸是多少级的呀？300多生命值。哦，但这个生命值好像是虚的，它不是真的300多，就是因为我们每次打的伤害也是比较高的。这个又是啥？青金石先不拿了吧，后面应该都是可以捡到的。我们现在主要就是捡铜矿石。观众朋友，我们刚刚去看了一下教程啊，做这个铜的话，我们要放在花瓶里面啊，然后要按单位来计算，100个单位可以收集出一个锭。比如我们这个孔雀石，有10个单位，所以我们就需要收集10个才行。锡金也是有用的，锡金加上铜的话，可以做成青铜器。当我们找到一个矿物的时候，可以在地图上标记一下，这里是一个磁铁，这就说明它这个脚底下是会有磁铁矿的。Later。哦，小型黝黑铜矿。OK，
那我们这个脚底下的话，应该是会有铜矿的，再标记一下。到时候有了镐子之后，就可以到这个地底下挖东西了。现在任务反正就是找铜矿了，先做出第一把铜镐子吧。这个世界的植物种类好多呀，好像不是很缺吃的呀。在这么一个外星球可以找到这么多吃的，还是挺神奇的。哦，这里有铜矿，哦，终于找到铜矿的地方了。好，现在身上有80个铜，应该够了，应该够了。然后往这个花瓶里面放一点这个铜矿，然后把这个玩意放到底下，往里面堆一些干草，然后点火。第一个铜来了 Later. 烧好了，烧好了，陶瓷花瓶，这里面就有100单位的铜了。然后我们把这个铜镐头的模具直接放进去，这里面的东西应该就会直接灌注进来了，然后就可以获得1个铜了。哦，红铜时代获得成就了然后这个铜的话怎么把它取出来呢？哎，哦，直接就可以取出来 ，nice， 我们的铜镐获得了，成就达成。接下来我们再做一个铜的锯子，然后就可以弄木板了。在我们获取了第一把铜镐之后，就可以挖掘石头中的矿石，而不是继续采集地表的矿粒了。他送了我们一把铜龛矿镐，用这个可以进行文字信息的定位。到这边然后往下挖，哦，发现了中等量的铝土矿，怎么都是铝土矿啊？不行不行，我先往下挖吧，说不定就挖到了。哇，石头坍塌了，怎么呀？打灭，这个洞穴非常的不牢固啊！哇，这个挖矿挖的也太麻烦了吧！我们还是竖直挖下去吧。不知道铜在第几层？哦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，大量的，来，挖过去，挖过去。哎，这个勘探镐有耐久的呀！哎呀，我以为不会消耗耐久，浪费了。没事，我们只要找到铜矿之后，就什么都好说了。巨量的铝土矿，巨量的铜矿，这个方向。在这边。哦，什么东西？哇，吓我一跳！这洞穴怎么突然坍塌了呀？这又是啥？怎么没有亮度了？什么鬼啊？哇，我是不是得做一点火把呀？我们先点个火吧，3个篝火这样打火器就可以点上火了。哦，点上了。这个地方着火了！这地方，怎么回事？洞塌了！哎，怎么办？我被埋住了！哇，我都傻了，这怎么生存啊？哎，不行，我先烧点火把吧。这个火把的话，我只要把木头放进这个火堆里面就可以烧出来了。难道在我们头上吗？哦！哇，吓死了呀！这个洞穴坍塌太恐怖了。哇，不想挖矿了，这怎么玩啊？哎呀，把后路直接都给堵上了。哎呀，行好吧，别吓我了，受不了了。怎么挖一点就坍塌一点啊？然后由于我没有好好看教程，没有使用正确的勘矿方法，我的勘矿镐的耐久很快就见底了。我是猪，我不会挖矿。哇，挖的过程中还一直坍塌，这谁受得了啊？我想要防止它坍塌的话，我需要做这个支撑柱，不过这个支撑柱要做这么多东西才行，而且需要锯子。我现在没有铜可以做锯子啊，我需要挖到铜矿才行。哇，晕倒了！重新去地面找铜矿吧。我们没有那个勘探棒了，现在只能重新回地面找铜矿石了。最开始没有看懂那个说明书啊，很难受。哦，完了！哇，难受了。哎，不过我们还有一个挽救的机会啊。哎，我们这个任务里面做完石锤子的话，是可以给我们奖励一个青铜锭的。这个青铜锭可以给我们再做一个镐子。哎，再征求一下观众朋友们的意见吧，就是我们这个存档能不能用传送啊？我感觉不用传送的话，好浪费时间啊，感觉花很长的时间跑图没什么意义啊。来，我们先制作一下石锤子。石锤子的话，只需要2个石头加上1个木棍就可以了。哎，然后交付一下，就可以获得一个青铜锭了。nice， 然后一个镐子的柱锯，然后一个勘矿的柱锯，一起给它做了吧。反正等会也要弄啊！快，先把这3个烧了。
OK，烧起来了，烧起来了。我们甚至还可以用这个火杀一下僵尸，好像。哇，斧头直接用完了，我只用锤子砸你，砸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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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。哦，烧完了，烧完了。然后这个花瓶里放一个青铜锭。哎，等会儿，这青铜锭怎么样可以让它变成镐头啊？啊？哎，不对，我搞错了。哇，完了，废了，全没了，全没了。那我们今天这第一期视频就先到这里吧。咱们的新手奖励也没有了，被我用掉了。哇，我简直是个笨逼。我在幕后的话重新发展一下，然后我们再下来挖这个铁矿，也算是稍微弥补一下我们这个错误啊。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，拜拜。